天气又不行，这个风又起来了。看船速掉到18.8了。那目前我船的船位是在比斯开湾，大家看这个湾子就是著名的比斯开湾，那这边就是大西洋了。这个湾子有名的不好跑啊，风浪大。那我们现在正好在过这个湾子，那这边就是北海了，进去就是北海。我们在这边呢接北海临港。我们计划是明天凌晨3点，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速度掉得这么厉害，所以到不了。我把 ETA 呢给它改了，往后推2个小时，这应该差不多。改成5点都费劲。因为这个风浪的原因，所以我们抵达北海临港站呢，已经是6号的早晨了。那好在这个时候风暴已经过去，获得了暂时的风平浪静。那北海饮水员和30只帝王蟹一起双双安全登轮。这时候我也暂时松了口气，因为有风暴的话，船长肯定是紧张的啊。那现在呢，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先搞一只帝王蟹尝尝咸淡吧。那这个东西有人说它不是帝王蟹，我也不知道，弄不清楚。那上次那期视频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是蜘蛛蟹，咱们也不管它叫什么吧，反正好吃就行了呗。这个壳子倒是很硬啊，我这正跟这螃蟹较劲呢，还没等吃完，这边风又起来了，大概有7、8级左右的样子吧。那随之而来，鹿特丹就封港喽。这种天气是不可能上饮水的，所以呢，我船被迫就在航道的北边一个叫北3锚地的这个地方呢下锚等候，直到转天的早上，港口叫过来，让我们起锚去接饮水。Pilot is ordered for 1215 at the Echo 13 buoy. Maybe you will receive your pilot by helicopter. The question, what's the best place on your ship to hoist the pilot? Ever aim, Maas approach. Question, do you have information for me about the place on your ship to hoist the pilot over? Monkey deck is an option, or maybe the bridge wings over. Understood. Then if you receive the pilot by helicopter, then on the monkey deck. Next call before you heave up anchor. ETA at the pilot boarding place, Echo 13 buoy 1215. Yeah, that's if you receive the pilot by helicopter, then it's on the monkey deck. 那这段录音呢是 VHF， 也就是甚高频无线电话的回放。我船在起锚之后就进入了深水航道，这是个主航道啊，是要事先申请的。那这一段的缩时录影就是整个过程了。大家注意看这个天上的云彩，被风吹的是到处乱跑啊，但是也有规律可循。我们看风吹的这个云彩向哪边飘呢？它是一路向东南方向飘去，也就说是西北风了。这个风虽然小了很多，但是仍然是不适合饮水艇的接近的，所以最终港口还是安排了直升机来送临港过来。那大家看，我船在接近饮水站的时候，向左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旋回。那从画面中也可以看出来哈，这个云彩的漂移方向也是由刚才的从左向右变成了从船头方向过来。也就是说，我船调整航向，船顶风航行。那这个是直升机的要求，它要求的航向，因为它将从我船的船尾方向开过来，是要顶风操作的。这个是对的哈，顶风操作比较好控制。那侧风肯定是不行的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直升机接临港的全过程。大家来看 APL 这条船，它是第一个接饮水的。你看到它船尾方向的那个小黑点了吗？那个小黑点就是直升机。除了机组人员之外呢，这架直升机可以乘坐4名饮水员，也就是说一次性可以给4条船送去饮水。那个直升机已经飞走了，飞到其他船去上，它是第一条。第2条是这个小游船，然后就轮到我们了。大家看这个小黑点已经飞过来了。
们看到直升机果然是从船尾方向飞过来的，那这样顶风飞行就便于控制机体的稳定。对于直升机来说，这种操作一定有着它严格的作业流程和检查清单的。那同样，对于船方来说，也有详细的针对这种直升机起降或者是吊放饮水员的这种操作规范，还有检查清单。那我们就边看边聊，简单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就是对本次操作的风险评估，如果评估不合格的话，这个作业一律就被取消了。那第二就是简短的安全会议啊，也叫工具箱会议，我们来再次确认这个操作的可行性以及工具设备的具体准备工作。那确认这项作业呢和其他的作业是没有冲突的。那简单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船现在正在大角度的让船，这个肯定不行啊，或者是大幅度的加速减速，这也不行。它必须呢等航向要稳定在直升机要求的那个航向上才可以进行。那具体的现场操作是什么呢？要在直升机驾驶员可以看到的地方悬挂一个三角旗或者是风向标。那这样做呢，驾驶员就可以一目了然当时的风向。那另外还要准备灭火设备，你比如说手提灭火器啊，并且呢与直升机驾驶员呢保持非常畅通的联络。那接送饮水员的组员呢，也要穿戴好个人的防护用品。他们要和直升机螺旋桨卷扬区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当然了，在此之前，这个直升机卷扬区附近的所有松散的物体呢，都已经被固定或者移除，附近的天线呢、桅杆呢等等装备呢，都确保清爽。反正凡此种种吧，都要对照本次作业的检查清单，逐一来核对检查。那由于成本和风险方面的原因，并不是说每一个港口每一次都使用直升机。绝大多数港口采用的还是传统的饮水艇来接送饮水的这种方式。我看这期时间也不短了，那至于饮水员上船之后如何引领我船安全靠泊，在期间呢又做了2次高难度的直角转弯，那这些呢我都拍下来了。那以及在鹿特丹我们下地游玩又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呢？等等，这些我们在后续的节目中陆续给大家播出。关注李船长笔记，好多有意思的事情与你分享。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了，下期再见。